今天是2023年1月1号。昨天的视频，比特币有提到一个观点，4个小时它在这一个低档的位置办了一个大量，而且是整个波段里面也是没有明显这么大的一个成交量，所以估计有可能它既然收下影线，应该是有资金在这个位置要守16200美金，这一个波段的支撑位已经画了很长一段时间。那我昨天的观点是跟朋友们讲，你再去观察它有没有压回这一根 K 线，也是1个小时里面的那一根长 K 线的一半位置，大约是在16500附近啊。当然，现在的整个走势它是有压回了一次，但是也没有明显的大涨。包括美元指数可以明显的观察，4个小时昨天是又创出了新低。所以这整波走势，我想跟大家讲的是，现在美元是一个空头的走势。比特币到底为什么不涨？有可能只是它时间是还没有到位，包括昨天也是在跟大家讲，矿工挖矿的成本跟18年的底部是非常的像，现在是在每千瓦时 0.122。如果时间整理到位，在某一个时间点，比特币到底会不会涨？包括这个美元指数，今年在9月份的时候也是在给大家猜测一个顶部，114有可能就是一个目标位，因为它是整个周线里面贯穿10几年的一个倾斜的压力线，05年的这个低点到06年的这个低点，连过去到这一个09年的这个高点，或者是15年、16年的这个高点过不去，17年、18年的这个高位也过不去，这一次是命中在114。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既然美元指数是一个空头的走势，比特币时间到位以后，到底今年会不会涨？不排除是有这种可能性啊。所以等下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指标，比如说超级趋势指标里面的买卖点，我们到底要怎么来判断？有可能这个位置整理到位，到底会不会往上去突破？复盘之前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 ，BROK 返用20%，或者认证过的朋友可以用亲人的身份认证，币安转币安 ，OK 转 OK， 不用手续费哦。那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其实日线也没什么好聊的。昨天是有跟大家讲过，盘中最好是一直在这一个收盘的这个里面上方去波动，不能在这个影线里面去波动。但是昨天的收盘是收在这个影线里面啊，所以现在整个位置还算是相对比较弱势，主要是美两昨天是有看到盘中一度是来到前面这一个很长下影线的上方，但是收盘是下来。那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尽量波段的朋友，你还是观察这个16200，就是前面这一根多方吞噬的低点，或者是这一根多方吞噬的低点附近。其实它这一次也是在守这一个附近的一个支撑区，或者是这一根 K 线又是在守这一个支撑区，它是感觉是一个低点一个低点一个低点有在抬高。那至于4个小时里面我们要怎么观察啊？大量既然出来了，是说明这个低档的位置有大量，有一些恐慌的筹码在这个位置杀出，就是有看到大量，我们先怀疑是不是应该是被洗出去了。那压回来的这个位置就是在守这个位置啊，你可以看一下，就是这一根 K 线的一半是有一点支撑。那还有一点，昨天是没有跟大家讲到一个形态，4个小时我们明显观察一下，它这边不是感觉有一个 N 型，对不对？N 型的这个高位其实过了哦，过的话只是它收盘没有收上去，所以有可能主力也是很有耐心的破一次洗了一些筹码，然后拉上去让很多人在怀疑，然后现在又洗出来，就是感觉整个盘势都是非常的无聊，主力一直在洗来洗去，到底是什么原因也是跟大家讲了有一段时间。我们看它日线的这一个均线啊，其实20天的成本之前跟朋友们讲过的时候，18000你不要去追，就是有一些看消息在炒作的那一些人，看美联储只加息50个基点，特别是欧美那边的一些散户，我估计就是他们追在这个高位，所以现在拉回来，心态是怎样啊？就是加息50个基点的时候，很多散户看涨他会追涨，这就是很多人输钱的原因。你可以等它压回来，很多人为什么压回来的时候又不敢买？现在是不是压回来了吗？消息出来的时候看涨在追涨，心态想到啊，是不是又要飞上去18000就是不能追啊。那现在压回来的话，我估计有一些散户心态是这样子，压回来我要等它看是不是又有更低的低点。当然也是不排除啊，我的观点是这种心态要改啊，压回来的时候要敢大胆的去买，因为毕竟跟69K 的高点，我的观点还是一样，
2万开始也是有跟大家讲过，有可能再下去，可以慢慢的去抄底。那现在整个 K 线或者是均线的形态，其实 K 线就是横盘啊，均线我的观点是这样子，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它在这边整理横盘，1根、2根、3根、4根、5根。昨天有讲到60MA 也是只有9根左右啊，1根、2根、3根、4根、5根、6根、7根，还有8根也将来到这个地段。所以下一步如果这一个位置没破，只要时间整理到位，这2条线也是快接近这一个17000或者是18000。我的观点是，这个位置主力应该要做一个中线的变盘选择了，到底是横盘到位，你要上去还是要下去？或者是继续在这边横嘛，我也不知道。他如果要继续横的话，也有可能。那我的观点是，如果短线的朋友你要做，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一个超级趋势指标，也是很久没有跟大家聊的。我们可以细心的观察一下，它这个红色的线至上一次18000，其实这一个指标也是有滞后啊。你如果看这种空方的吞噬在高位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提，分轴线这里你就不要去追。那在这种位置跌破的时候，它还会有空间，但是不是每次都是有这么顺的，跌破以后还会有空间。我要跟大家讲的是，你如果看到这种线出来的时候，看它有反弹这种红线位置的时候，这种位置有可能是一个卖点啊。那或者是它既然红色的线是一直在卖方走势的情况下，你看它反这一个红色的线的时候也是卖点，或者是这一次观察一下它到底会不会拉到这个位置，还有没有可能会有卖点？当然，卖点也不一定，万一是它过了，如果是放绿线出来，比如说出现买点的时候，这个位置大约是在$16800附近，或者是你也可以参考17000，你就观察一下，它如果过的时候出现buy的情况，你看一下它有没有压回buy的一个支撑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前面的几个位置啊。比如说这一波趋势至小雪的这一天起来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不是出现buy的信号，但是出现buy信号的时候，不要急着去买，你去观察一下，它有压回这一个绿色的线的时候，在这种点位，只要它没破，没有跌破，比如说幅度超过2%或者是3%，有压回这种位置的时候，你再去买，有可能会有一波小幅度的4个小时里面的拉升。那你看一下它来到高位的时候，再观察它有没有可能横盘的高点你去买，或者低档的位置再压回这种线的时候，只要它没有有效跌破，或者是跌了一根马上抵抗，在这边横盘，那低点有可能就是买点，你可以设在这种低点的一个止损位，就又有一个。那下一次再压回的时候，这种位置也是买点。那另外其他的品种，以太坊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它的超级趋势指标，其实道理也是一样啊。就是这一波上去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它压回这一个绿色线的时候，只要没有继续往下崩，或者是这边出现横盘，那你就在矩形的低档找买点啊。特别是在这种绿色的线支撑位置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这种位置到底有没有买点，或者再上去它在压回的时候破，感觉是破，但是没有重心继续往下移，这边开始出现横盘的情况，那你就可以在这种低点的位置适当去买，然后止损设一部分在下方的一个下沿位置。你可以看一下，像这边拉上去以后再压回来，这个趋势线守住的时候，就是一个短线的波段。那另外我们再看一下下跌的趋势是不是也是一样，它这边破感觉是有效跌破，反上去的时候上不去，那这种接近红色线的位置它就是空点啊，继续一波。那目前以太坊的走势我也是跟大家讲的有一段时间，我不看空它啊，目前可能是在这下方，就是前面的这一个位置它有一根多方吞噬的支撑，然后上一次压回来的时候是撑在这个位置，如果我们再配合裸 K 的话，观点就是这样，它有可能目前整个走势是在这个区间来横盘震荡，如果能过了这个区间，有可能也不一定会大涨，是在上方的这个区间。以太坊整个走势思路就是这样子嘛，那整个大长线我的观点是有可能中线还是在这边区间震荡。那另外狗狗币昨天也是有跟大家讲，长线我还是一直选择站在多方，当然我前面是在这个位置买的话，有一部分仓位目前还是套在里面，它整个中线就是这个位置破的时候，这边有背离啊，有背离不排除低点你不要再去空啊，有可能随时都会有反。那昨天这一根 K 线不算是一个吞噬啊，它只是插入了一半，所以这一根 K 线是一个插入线，而且指标有背离，也是跟大家提了几天，
它这个位置到底柱状要不要放出来？感觉是有放，但是也没有很明显啊，所以有没有可能这一次会不会来一个双金的一个结构？就是指标 KDJ 跟 MACD 都走成一个金叉的结构，那看一下有没有可能走一个反弹，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定门的 YouTube。